小李子，那秦羽到北凉了吗？启禀陛下，恐怕他到不了了。有了至尊领主系统，先去封地，韬光养晦。敌袭，全部防御！放屁！我射死他们！赤焰军，杀！赤焰军在此！二等匪类，受死！少将军，不，王爷，从匪首身上搜到了这个鹰隼卫，黄松，你还真是金凤鸾的好狗啊！通知下去，牺牲兄弟的家人，我会负责到底。谢王爷。只是接下来的路途，王爷要多加小心。北凉那边才是真正的龙潭虎穴。本想苟起来发育，是你们逼我的。系统，给推荐个武将。正在为宿主挑选，挑选成功。长坂坡前救赵云，喝退曹操百万军。姓张名飞，字翼德，万古流芳，莽撞人。我叫秦羽，这已经是我穿越到这个世界的第18年，开始有着父亲的庇护，日子也算过得安稳。但自打父亲被害，直至数日前殿上被明征案贬至北凉，我秦氏一族危在旦夕。天无绝人之路，陷入绝境的我，激活了至尊领主系统。末将赵括恭迎镇北王大驾光临。赵将军不必多礼。哼，一个无兵无权的空头王爷，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。大将军的信早已传遍北凉，你秦羽就是所有匪寇眼中的王爷，一路辛苦，末将已为您备好驻地，请随我来。王爷请看，此地名为巨北川，乃是一处天险之地，易守难攻。末将见王爷兵马不多，特意将此城作为您的驻地，最适合招兵买马、开府建衙了。半真半假，此地的确是天险，但也同样是绝地。土地贫瘠，粮食稀少，周围山峦众多，必是匪寇盘踞之地。赵括，你是想将我困死在这里？有劳赵将军费心了，此地甚好。王爷满意就好。天色已晚，末将还需处理军务，先行告退。此处便是你的葬身之地。有人，有粮，有天险。赵括兵术都不错，你送我的这份大礼，比我想象的还要好。宿主秦羽，每分钟增长10积分，积分245860积分。领地北凉，将士801，一积分可兑换1人口，人口绝对忠诚100积分等于100斤粮食。黑铁盔20积分，黑铁甲20积分，白练刀20积分。父亲，那些害你的人，我会一个一个的把他们除掉。给我时间，整个天下都将匍匐在我的脚下。是时候组建我的第1支班底了。系统，开启流民营地，招募1万人口。消耗1万积分，流民营地开启成功。1万名系统流民已投放至城内指定区域，剩余积分240480。参见主公。人是有了，但这1万张嘴的吃穿用度，将是压在我身上的第1座大山。必须尽快以战养战。检测到宿主将士超过1万人，奖励3星谋士，
成功。生死无二致，丈夫何壮哉？白门生死日，谁肯赐公台？公台先生，不错不错。系统，让张将军也出来吧，顺便看看召唤的将领是否相识。拜见主公。二位请起。看来系统是重塑了他们的记忆。对于目前的状况，二位有何高见？赵大人，黑风寨的事我已经知道，那些蠢货全军覆没，一个活口都没有逃出来。据探子回报，秦羽身边有赤焰军的余孽暗中相助，打了他们一个前后夹击。一群阴魂不散的老狗，看来想用寻常的伏击法子是动不了他们。正是，秦羽不好对付，我们下一步该如何是好？不能再用蛮力了。王寨主，我有一计，让你名正言顺的当上是巨北川。主公，那1万人已经在城中安顿下来了，只是一个个面黄肌瘦，看着就不经打。咱们什么时候练练他们？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。现在我们最缺的是粮食，兑换了些兵器铠甲，积分系统见底，必须尽快破局。主公，粮草一事可借于草寇。借？呵呵，先生直接说抢就可以了。不过不是我们去抢，而是要别人心甘情愿地送上门来。张将军，你明日带一队亲兵去一趟石峰城的市集。去市集？去采买。记住，要以镇北王府的名义大张旗鼓的去，要让全城的人都知道我们王府很有钱。是，主公。哼，金凤翼，我们的游戏开始了。秦爱卿，北凉路途遥远，匪盗横行，你要多加小心。宣旨，朕封秦羽为镇北王，明日即刻奔赴北凉。陛下封我为镇北王，封地北凉，明日起，北凉贫瘠荒芜，内有匪寇，外有异族，危险重重。我不勉强各位，若不愿随我前去之人，现在便可提出，我会赐下金银，你们可留在京师另谋生路。愿誓死追随将军，荡平北凉。好，都是虎胆好儿郎，轻装简行。明日我们出征。掌柜的，出来！这位军爷，有什么是小的能效劳的？你这铺子里的粮食，我们镇北王府全要了。秦羽如此大正气，回去禀报寨主。报告寨主，今日秦羽在大量收购粮食。有钱，有钱好啊！大哥，这秦羽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？他就不怕我们去抢他？他当然怕，所以他这是在示好，在用钱买平安。赵大人昨夜已经给我支了招，秦羽不是想当王爷吗？我们就让他当。传我命令，从今天起，据北川境内所有山寨不许再骚扰任何一个村镇，还要把前些日子抢来的东西给我加倍还回去。什么？大哥，这不仅要还，还要敲锣打鼓的还。就说是奉了镇北王之命，我们黑虎寨如今是第一大善人，镇北王麾下。秦羽，我倒要看看这顶爱民如子的高帽子你戴不戴得稳。父老乡亲们，不要怕，奉镇北王军令，我黑虎寨我黑虎义勇队即日起改过自新，一心向善。镇北王仁德，不忍见尔等受苦，特命我等将往日借走的财物加倍奉还，以张王爷爱民如子之心。这不敢当，不敢当啊！怎么看不起我们王爷啊？拿着，来给老子笑一个！
记住，是镇北王让我们送来的。事有蹊跷，俺今日带人出去探查，发现巨北川所有的山寨都下山了，他们敲锣打鼓，到处给村民送粮送钱，还口口声声说是奉了您的命令。现在城里城外，到处都在传颂您仁德无双，连山大王都被您感化了。我们上前询问，他们还给我等磕头，说感谢王爷指了条明路。主公，他们这是在捧杀。正如先生所言，他们将我捧上神坛，让我成为感化悍匪的圣人。如此一来，我若出兵剿匪，便是出尔反尔，残害归顺的良民，会尽失民心。若我不剿匪，他们便能以我的名义在巨北州横行无忌，架空我这个镇北王。到时候我便是他们手中的傀儡，好一招笑里藏刀，上无抽屉。俺明白了，这帮杂碎！主公，俺现在就带人去砍了他们！管他娘的什么迷信！不，他们想玩，那我就陪他们玩的再大一点。他们不是喜欢奉我的命令吗？那我就下一道他们不得不从，却又绝对不想从的命令。镇北王令，本王初到北凉，幸得巨北川各路义士幡然醒悟，弃暗投明，深感欣慰。为彰尔等忠心，本王决定正式将巨北川众义士收编，成立镇北军。限3日之内，黑虎寨、清风寨、狼头寨等所有山头必须携带花名册、兵器库清单，全员下山，到城外西大营集结点卯。本王将亲自检阅，整编入伍，发放军饷。什么？招安了？要把那群土匪变成官兵？这是好事啊！以后就没人敢欺负我们了。告示最后一句：逾期不至者，以叛军论处，格杀勿论。这是要来真的了。我就说嘛，镇北王怎么可能跟一群土匪同流合污？这是逼他们下山送死了。大当家，不好了，那秦羽小儿，他贴出告示了。慌什么？说清楚。村里他算个什么东西？一个无兵无权的空头王爷，也敢命令我们下山点卯，还要收编我们？我呸！他配吗？这是陷阱，这绝对是陷阱。他这是想把我们骗下山，然后在半路上设伏，将我们一网打尽。伏兵，他拿什么设伏？800秦兵吗？城里可有大军调动的迹象？没有，绝对没有。石峰城里除了他那800秦兵，连个鬼影都没有。城西的大营也是空的，就搭了几个空帐篷。我就说他是虚张声势，他这是黔驴技穷了，以为一张破告示就能吓住我们。两位哥哥还等什么呀？他既然想让我们下山，那我们就如他所愿。今夜我主府就带我狼头寨的5000兄弟踏平他那狗屁王府，让他知道这巨北川到底谁说了算。好，我们两寨在后方为兄弟列阵，你尽管放手去杀。朱父这蠢货正好当个探路的设点，若秦羽真有破损，他便是替死鬼；若是没有，这泼天的功劳，我岂能让他一人独吞？杀！宿主秦羽，积分34万6千。3日期限已过2日，鱼儿该上钩了。赵括、王某，你们的计策不错，可惜你们面对的是你们永远无法理解的力量。系统兑换1万套黑铁装备，兑换1新兵种500。指令确认，预支兑换1次，剩余积分负25万4千，利息为每日1万积分。我靠！狗系统居然放印子钱！参见主公。张翼德听令，末将在。今夜有人要来送死，你去城门口等着。凡犯我石峰城者，
杀无赦。末将领命。死期到了，天亮之前必须拿下石峰城。兄弟们，城里的金银财宝，一人一半。一人，谁抢到就是谁。杀！尔等鼠辈，受死！装神弄鬼，就凭你一个人也敢当我狼头寨的路？给我上！把他剁成肉酱！哇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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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莽撞人特性触发，嘿，敌军士气小1，陷入震慑状态。这是人吗？他妈的是个怪物！抢跑！撤退！快撤退！王，你以为我只有800精兵？那就让你见识一下我真正的底牌。已对包围圈内敌军进行锁定打击，预计歼灭率96%。主公，幸不辱命，留个活口。你哪来的这么多兵马？这不可能！你不需要知道，我只问你是谁让你们来的？是王莽，5寨的王莽，是他怂恿我来的。他说你只有800亲兵。王莽，很好，砍下他的人头，明天一早送到黑虎寨去。告诉王莽，我给他3天时间，要么他带着所有山寨人头来见我，要么我亲自上山取他全寨的人头。正好，也该让这巨北川的土皇帝们帮我把兑换装备欠下的积分还了。宿主完成首胜，积分系统升级为每秒1积分。宿主完成全歼敌人，奖励积分50万。5000人，一夜之间全没了。王大哥，这秦羽他到底是什么怪物啊？他哪来的兵马？肯定是虚张声势。那黑脸大汉就来了1个人，说不定秦羽的兵马在昨夜一战已是强弩之末。对，他这是在吓唬我们，让我们自乱阵脚。都给老子闭嘴！他秦羽已经把刀都架在我们所有人的脖子上了。不对，事情不对劲。秦羽敢如此张狂，必然有所倚仗。照过来让我当这把刀，就绝不会看着刀被折断。他那边必须再去确认一下。他给我们3天，我们就利用这3天。赵兄弟，你即刻带人将黑虎寨通往外界的所有山道，给我用巨石滚木全部堵死。堵死？王大哥，这是为何？这不是把自己困住了吗？困住？我这是在告诉秦羽，我们怕了，我们在做困兽之斗。他越是觉得我们是瓮中之鳖，就越会掉以轻心，而我们则需要时间等一个真正的援军。秦羽，你以为你赢定了？这巨北川的水比你想象的要深得多。主公，黑虎寨已经将所有通往外界的山路全部封死，看样子是要据险死守。主公，管他什么阴谋诡计，这都过去2天了，俺带人直接上山，把那些石头木头全给他砸烂，看他还守个什么劲！张将军，被困住的野兽只会疯狂的嚎叫和撕咬，而不是安静的给自己加固牢笼。他这么做不是为了守，而是为了等。等什么？等一个能让他觉得可以稳操胜券的人。既然他想等，
那我们就让他等。猎人要有足够的耐心，而且我也需要时间。宿主秦羽，积分432000，状态借贷积分已还清。系统，将我现有的1万人重新整编，5000重甲步兵，3000长弓手，2000轻骑兵，模板全部提升至1星兵种。指令确认，兵种整编及模板升级完成，共计消耗积分28万，剩余积分152000。赵括、王猛，不管你们准备了什么，在绝对的力量面前，都不过是鸡瓦狗。赵大人，大当家让我来传话，秦羽已经下了最后通牒，3日为限。如今是最后1日，我们已经按您的吩咐，封锁了所有山路，摆出了死守的架势。只是那秦羽毫无动静，我们心里没底啊。没底，这就对了。秦羽此子看似张狂，实则谨慎。王猛做得很好，就是要让他看不透虚实，让他以为你们真的要困兽犹斗。可万一他明日真的大军压境，他不会有机会。你立刻回去告诉王某，今夜3更，我将亲率5000精兵从正面大道直扑石峰城，发动总攻。大人要亲自出手了。秦羽的主力必然会被我军牵制在正面，而你们就拿着我的令箭，从这条绝壁小道绕后奇袭石峰城。他不是想当镇北王吗？我就让他前后受敌，死无葬身之地。等你们两败俱伤，我再出手剿灭你们这些匪寇。这据北川的功劳，便是我赵括一个人的了。大人英明，我这就回去禀告大当家。我这蝇营狗苟的每一步，都是跟天对弈的棋子，哪怕落子龌龊，也要胜天半子。主公，事后传来消息，城外10里发现大批官兵正在向我方急速靠近，是北凉统军赵括。主公，是赵括那厮，他终于忍不住了。张将军，你率5000重甲步兵正面迎敌，只需拖住赵括，不必决战。是。其余人随我去后山。王猛这条小鱼，总算把手指领回来了。接下来，我就要以猎物之姿行猎手之事了。快点，动作都给老子麻利点！王大哥，赵括那厮真的会从正面总攻？这秦羽诡计多端，我这心里总觉得不踏实。怕什么？我们有赵大人的令箭在手，这就是最大的保障。秦羽再厉害，还能挡得住5000北凉精锐。等他被赵大人拖住，我们从后方杀入石峰城，断了他的后路，他就是瓮中之鳖。秦羽，你的死期到了！怎么回事？5000精锐，连对方一个缺口都撕不开。对方的装备太精良了，我们的刀砍在他们身上，连个白印都留不下。一个领头的壮汉简直不是人呐！我们已经有上百人折在他手里了。只有这等猛将，这也是赤焰军的余孽。用这些炮灰的命，把秦羽的精锐给我耗光，只要拖到王猛绕后成功，我们也算死得其所了。到时候再收拾王猛，这泼天的功劳只能是我赵括一个人的。弟兄们，加把劲儿！穿过这个隘口，我们就到了。不好，有埋伏，快退出去！放！王猛，看清楚，你用他来防我，我用他来埋你，倒也是给你寻了个好归宿。
主公，都解决了，怎么处置赵括？赵括这厮在这乱世也能算得上枭雄了。唉，只可惜遇上了我这个挂逼，算他栽了个彻底。赵括，给你个机会。鹰隼令，糟糕，他有我们勾结匪寇的铁证，我的命，我全家的命都在他手里了。写一封信给黄松，告诉他北凉匪患已平，一切尽在你的掌握之中，让他不必挂念。北凉易主。恭喜宿主完成区域掌控，据北川之主。当前总积分1399800，解锁新功能战争沙盘。战争沙盘，模拟推演。宿主可在意识空间消耗大量积分进行推演，结合情报及人心难测，沙盘无法完全预测战局及突变情况。童子，你这就有点搞笑了，我还是多找点谋士划算。派最可靠的人800里加急送往京师。从今日起，北苑城军务由张翼德暂代，赵括的降兵全部打散重编，严加看管，有异动者。主公放心，俺明白。干诈刺的，俺让他连明天的太阳都见不着。王爷，求王爷饶我一命，我愿为王爷当牛做马，北凉所有军政事务我都了如指掌。你的命暂时留着，把他押下去，传本王令：北凉统军赵括勾结匪寇，意图谋害本王，本应就地正法，但念其有悔过之心，暂押于石峰城天牢，听候发落。主公，为何不直接杀了他？留着这种反复无常的小人，岂不是个祸害？杀了他，太便宜他了。活着比死了用处更大。系统打开战争沙盘。战争沙盘已建立。情报不足，该区域无法进行精准模拟。虽然据北川已在我掌握，但整个北凉对我而言还是一片迷雾战场。系统调出据北川所有已知势力分布。红色代表敌对势力，黄色代表待定势力，蓝色代表我方势力。黄松老奸巨猾，绝不会轻易相信赵括的一封信。他下一步必然会派人来刺探虚实。系统开启沙盘推演，模拟场景：黄松派遣一支3000人的精锐斥候，秘密潜入北凉，探查据北州。推演开启，模拟敌方鹰隼卫，推演7日行程，预估消耗积分10万，是否确认？10万积分，黑！筒子你是真黑啊！取消，快取消！宿主白，宿主全家都白，宿主连头发都是白的。我去，这系统还是个小心眼儿啊！东台先生，你觉得黄松下一步会如何？主公，据北川附近多山脉密林，这黄松很可能兵分3路，从3个不同的方向进行渗透侦查。若我分兵去堵截，极有可能被他们逃掉一只，从而走漏了风声。主公所言甚是，常规的伏击已经没用了，那就把整个据北川变成一个巨大的口袋，把他们全都装进来。主公英明，我这就去安排。主公，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陈公说那鹰隼卫分了3路，咱们这是要去堵哪一路？哪一路都不懂。什么？那我们去哪儿？据北川境内大大小小10几股流寇，他们就是黄松安插在北凉的眼睛和耳朵。我要在一夜之间把这些耳朵全都割下来。更重要的是，我要借着这次清剿，彻底扫清这沙盘上的所有迷雾。我要让整个据北川变成一座对于黄松而言的死城。张翼德听令，命你率3000重甲步兵清剿东线山脉所有据点，记住，不留活口，不留痕迹。遵命。这，你率3000弓弩手负责西线合攻，任何试图逃窜者就地格杀。遵命。其余人随我直取中路，我要亲自拜会一下那些还没睡醒的眼睛和耳朵。出发！
人放心，那秦羽龟缩在石峰城，连个屁都不敢放。我猜他早就吓破胆了。哼，不要掉以轻心，大将军有令，必须摸清他兵力的虚实。你们，嫡媳。告诉黄松，他的眼睛我收下了。恭喜宿主，据北川情报达到100%，沙盘精准度提升，积分降低。剿灭敌对势力共计19处，获得积分580600，当前总积分2100600。清扫障碍，这里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固若金汤。系统进行一轮推演，模拟黄松得知所有探子失联，据北川情报中断，他会如何应对？模拟黄松推演10日战略部署，预估消耗积分15万，是否确认？确认。黄松连续3日未收到任何情报，判定所有探子已失陷，认为宿主没有能力全歼精锐赤虎，只是建构了严密的防线。黄松得出结论：宿主兵力雄厚，但胆小怯战，只敢死守。黄松决定集结5万大军，以绝对的兵力优势，一举攻破巨北川。大将军，斥候已前出20里，沿途并未发现任何叛军踪迹，也无埋伏迹象。秦羽小儿以为清除了几只野狗就能挡住猛虎下山，他太天真了。命令斥候营继续以善行向巨北方向深入探查，知道他那1万只老鼠究竟藏在哪个洞里。遵命。黄松，你终究还是来了。5万精锐，想用绝对的兵力碾压我吗？我不能再让我的士兵进行无谓的牺牲了。系统，打开兵种兑换列表。夜眼斥候特性：初级前行，精准标记。战场的无形之眼能标记敌人情报系统。500级了啊，物超所值。前行标记就是他。系统，兑换夜眼斥候300名，消耗积分15万，兑换成功，当前总积分2080860。再兑换3弓床弩50架，铁人剑5000支。消耗积分25万，兑换成功，剩余积分1830860。再兑换将飞将军李广，补齐战俘士兵，剩下全部兑换成粮草。秦时明月汉时关，万里长征人未还。但使龙城飞将在，不教胡马护阴山。黄松，你的阴损味没了，现在该你抓瞎了。大将军，派出去的300名斥候，至今无一人返回。你说什么？300人，连个浪花都没翻起来？是的，大将军，就好像凭空消失了一样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就算是遇到了伏击，也不可能连一个求救信号都发不出来。其余手下到底是什么样的部将？传我命令，全军停止前进，就地结成援阵，加强戒备。今夜任何人不得擅自出营。是，将军。黄松，你很谨慎，可惜在我面前，你的谨慎毫无意义。敌方情报已锁定，精准度98%，超视距打击模式已开启。系统锁定目标，敌军东北角箭塔巡逻队长。目标已锁定，坐标357884，3号床弩准备发射。
都给老子打起精神！今晚不太平，谁要是敢打瞌睡，从哪里来的攻击？给我查！是大将军，末将这就去查。都打起精神！秦羽，你到底在哪里？给老子滚出来！大将军，不能再等下去了。这1个时辰，我们已经被射杀了37名百夫子，9名千字长，指挥系统快要瘫痪了。敌人就在暗处，像鬼一样，我们连他们在哪个方向都不知道。再这样下去，不等他们攻过来，我们自己就先乱了。传令下去，所有火把全部熄灭。大将军，熄灭火把，那我们岂不成了睁眼香？香！我们现在跟瞎子有什么区别？敌人能在黑暗中精准的射杀我们，因为火把就是他们的靶子。熄了火，至少能让他们也变成瞎子。熄灭火把，黄松，你太天真了。系统，继续点名。亲卫队长，目标已锁定，发射。什么？熄了灯火还被射杀？疯子！他就是个疯子！大将军，我们撤吧，再不撤，弟兄们都要死在这里了。撤？往哪里撤？日后全军覆没，回去的路可能布满了陷阱。留在这里是等死，撤退也是死。既然横竖都是死，那就拉着他一起死。传我将令，全军放弃所有辎重，点燃所有营帐，火光为号，全军向着正东方向，我血路突围。你要看看1万只老鼠能不能挡得住我4万多头疯牛的冲撞。张飞，我把最硬的骨头留给你了，给我拦住他们。终于轮到俺了，三龙军，随我杀出一条血路！举盾！撤！区区几千步兵，怎么可能？鲍大将军，敌人从后面杀上来了。什么？是在隐藏实力？放箭！不可能！黄松，你的盘龙军很不错，都是精锐，只可惜跟错了主子。放下武器，跪地投降者免死，冥顽不灵者杀无赦。睁大你们的狗眼看清楚，黄松已死，大势已去。我家主公心怀仁德，给你们一条活路。从今日起，你们不再是什么盘龙军，去我的镇北军的俘虏营吧，那里可是要做最苦最累的劳役的。你们当中有被强征入伍的农夫，有渴望建功立业的将士。你们为黄松卖命，是因为他代表着朝廷，但这个朝廷值得你们为之卖命吗？黄松勾结匪寇，意图谋害同僚，女帝昏庸，坐视北凉百姓受苦。这样的朝廷，这样的将军，你们还要为他们流血牺牲吗？我秦羽今日在此立誓，凡真心归顺我镇北军者，既往不咎。你们将不再是俘虏，而是我镇北军的一员，与我麾下的将士同吃同住，同享军功。愿意的就站起来。我愿追随镇北王。我愿意，我也愿意。主公，俺都点清楚了，除去战死和冥顽不灵被俺们处理掉的，此次愿意归顺我镇北军者，共计39527人。他们还带来了2万多匹上好的战马，还有够咱们吃上2个月的粮草。这下可是发大财了。
张飞、李广，末将在。收编降卒，非同小可。我命你们2人与陈宫商议后，即刻开始对这3万9千人进行整编，将他们原有的建制全部打散，以100人为一队，与我们的老兵混合编队，由我们的百夫长、千夫长担任各级主官。我要他们3日内彻底忘掉自己曾是盘龙军，让他们明白，今日起他们只有一个名字：镇北军。遵命。赵大人，那秦羽简直不是人，他竟然能凭空变出这么多军队，如今还收编了3万大军，我们真有与他为敌吗？为敌？现在还不是时候。秦羽他帮我除掉了黄松这条压在我头上的恶犬，还帮我收服了盘龙军这支精锐，这可真是一份天大的厚礼呀！记住，这毒药发作极慢，足够你撑到秦羽放松警惕。你的任务就是在最关键的时候畏罪自尽，为我创造最好的出手机会。大人放心，属下万死不辞。你的家人我会照顾好。传令，3万苍狼军去黑风山集结，继续潜伏。大人，天大的机会，天大的机会啊！慌什么？说。秦羽缴获的辎重太多，有一支数千人的辎重部队掉队了。小人亲眼所见，那支辎重队里装满了金银和粮草，他们行进缓慢，防卫松懈，离秦羽的主力大军足有10里之遥。辎重，黄松的全部家当，还有秦羽自己的粮草，打不过他的主力，难道还打不过他的后勤部队吗？大人，不可！这很有可能是陷阱。秦羽此人诡计多端，他怎么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？哼，打了胜仗，人就会骄傲。他秦羽已是人，不是神。他赢了黄松，必然志得意满，有所松懈。报！大人，石峰城方向传来消息，秦羽的主力大军已经开始大张旗鼓的扎营，甚至已经开始埋锅做饭，点燃了庆功的篝火。哈哈哈哈！庆功，好一个庆功！秦羽，你终究还是年轻气盛。传我军令，全军出击，目标秦羽的辎重。今夜，我要让他所有的战果都变成我赵括的战利品。主公，您果然料事如神。斥候传来急报，在我们后方约30里处的黑风山脉中，发现有不明大军正在秘密集结。人数至少在2万以上，看他们的动向，似乎是想对我们那支掉队的辎重营动手。主公，今早传来赵括服毒自尽的消息，这北凉除了黄松和那些已经被咱们灭了的山匪，怎么还有这么一支兵马？俺实在是想不明白。想不明白就对了，一个统军在我大战匪寇之后，竟然能安稳的在城里待上几天几夜。既不派人探查我的虚实，也不向京师求援，这太不正常了。你以为一个假死的赵括就能骗过我吗？赵括啊赵括，你是被南宫养摸过头吗？这么一点东西，就让你这条藏在阴沟里的毒蛇自己爬出来了。上！秦羽，你做梦也想不到吧？我赵括隐忍多年，不惜跟北湖暗通款曲，苦心经营的这支苍狼卫，才是真正的北凉。你以为你赢了黄松，就是赢了北凉？今天我就让你和你收编的那些废物一起为我的霸业陪葬！动手！放箭！全军出击，一个不留！陷阱，从头到尾都是陷阱。辎重掉队全都是演给我看的。你的死期到了！
我乃北凉之主，岂会怕你一介莽夫？不！恭喜宿主彻底掌控北凉全境，达成成就北凉之主，积分系统升级，每秒3积分，当前总积分1254760。系统升级中，解锁全新兵种模板，解锁建筑功能。北凉，平定你。金凤翼，你还有什么招？报！陛下，百里园急报！念，奏陛下，我军于百里园遭遇叛军主力，鏖战3日，镇远大将军黄松战死，叛龙军全军覆没。什么？黄松将军战死了？5万精锐全军覆没，这怎么可能？臣弟黄松为国捐躯，死得其所。汉龙军5万将士为平叛而亡，忠烈可嘉。但叛逆未除，国难未平，此仇不可不报。我弟黄松勇则勇矣，却是与轻敌冒进，这才中了逆贼奸计。对付秦羽此等狡猾之徒，不可力敌，只可智取。臣有一计，名为以夷制夷。荒唐！黄龙，你这是在饮鸩止渴，引狼入室。北虎乃虎狼之徒，一旦让他们入关，后患无穷。届时北凉百姓必将生灵涂炭。百姓，一群刁民而已。秦羽能在北凉快速崛起，不就是靠着蛊惑这些刁民吗？正好让北湖的刀去试试这些刁民的骨头有多硬。此乃一石二鸟之计，既能借北湖之手消耗秦羽实力，又能让我大鱼雄狮坐山观虎斗。待他们斗得两败俱伤，我再亲率大军以雷霆之势南下，一举将他们尽数荡平。准奏。陛下三思啊！黄龙、秦羽，你们就好好斗，朕倒要看看，最后谁能活下来。此事就交由黄爱卿去办，但朕要你记住，北湖只是朕手中的刀，用完之后要懂得收回刀鞘。臣领旨谢恩，陛下放心，臣懂得如何磨刀，更懂断刀。主公，京师密报，3日前，女帝在金銮殿上已采纳镇国大将军黄龙之计，派使臣前往北湖。女帝已许诺将虎荣关以北千里草原割让给北湖，条件是让他们倾巢而出，与朝廷大军南北夹击，共讨我军。什么？这狗屁娘们儿，打不过咱们就割地求外援，他还要脸不要了？引北湖入关，屠戮我北凉百姓，这跟叛国贼有什么区别？金凤翼，你的手段毫无新意，借刀杀人吗？当年我祖父东征扶桑，就是中了你的算计。系统进行沙盘推演，模拟场景：我军固守巨北川，同时应对南北两路敌军，北湖主力至少在20万以上，再加上黄龙在南边集结的兵力，南北夹击确实是个死局啊！扣除积分50万，推演完成。推演结果惨败，敌方兵力过于雄厚，巨北川将被四面合围，我军将全军覆没。被动防守果然是死路一条。既然如此，那就主动出击，趁黄龙与北湖的合围之势还未形成，先集中所有力量打掉其中一人。
打开兵种兑换列表，北湖乃骑兵来去如风，常规步兵难以匹敌。但若是能正面硬汉骑兵冲锋的无敌不足呢？系统，将我军所有步兵全部升级为秦锐士，将所有骑兵升级为虎豹骑。兵种升级开始，消耗积分130万。我军虽勇，但若无善于统帅骑兵，深谙草原作战的绝世将才，此战依然凶险。系统，我要兑换将领。饮马瀚海，风浪巨墟，西归大河，列郡祁连。今日就让你在这一日再现冠军侯的神威。5星武将霍去病，所有骑兵单位战力增幅30%。学究西川，八阵图，鸳鸯袖里卧冰符。由来晋国甘喜寿，何必将军是丈夫。有请我秦氏女将忠贞侯秦良玉。5星武将秦良玉，所有兵种单位士气加30%。疏忽算无一策，精达权变，齐良平之亚于。对敌人的仁慈，就是对自己的残忍。三国第一毒士贾诩。5星谋士贾诩，计谋成功率加30%，消耗积分150万，兑换成功，剩余积分120700。参见主公。将士们，昏君无道，奸臣当权，这帮奸佞小人妄图引北湖入关，屠戮我北凉百姓，以换得苟安一时。我秦羽在此立誓，绝不答应。北湖与我北凉有血海深仇，不共戴天。今日这帮豺狼既然敢觊觎我北凉疆土，我便叫他们有来无回。众将士，随我主动北上，迎敌于疆土之外，寸土不让，以死护民，让他们知道犯我北凉者虽远必诛，虽远必诛，虽远必诛。霍去病、秦良玉、末将才，命你二人各率800虎豹骑为先锋，先行一步，深入草原，刺探敌情，为大军扫清前路。遵命。不破北湖，誓不还。张飞、陈宫、李广，命你3人镇守北凉。我将领命令。贾诩，你随本王一同出征，全军出击。目标：荣关。我们还要按原计划进攻虎荣关吗？一骚扰，便让我军损失。这秦羽小异，是些什么怪物？传我将令，全军向虎荣关推进。太公没有回头箭，我北湖勇士宁可战死，绝不却退。主公，敌军已出营，正向我方靠近，但其军容不整，士气低落。你做得很好，既然如此，那就送他们上路吧。北湖的勇士们，随我冲锋！为了可汗，为了荣耀，杀！全军出击！熊天才，
破局之法就是擒贼先擒王。你的对手是我。不知死活的东西，给我滚开！好快的枪法，此人绝非无名之辈。犯我北凉者，主公，敌将已擒，北湖大军已溃不成军。传我王令，降者不杀。成王败寇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伤亡统计出来了吗？回禀主公，此战我军伤900余人，阵亡不足100人，而北湖军战死约3万，俘虏6万余，伤亡不足1000人，这怎么可能？北湖府人涂于纯现在何处？我不知道。龟儿子休得狂，老子做到3。可汗亲率15万大军留守后方大营，他很快就会为我们报仇的。北湖主力并未全部出，不过15万正，把他压下去，好生看管。你的命啊，暂时留着，很快你就能见到可汗了。你们的将军突必南、博万已经被我生擒，你们的可汗涂于纯很快也会被我所擒。但你们与他们不同，你们只是听令行事的士兵，战争是你们的可汗挑起的，罪不在你们。我秦羽在此承诺，只要你们真心归降，我会给你们一条新的出路。你们可以选择成为我镇北军的府兵，负责屯粮、后勤、劳动、换取食物和薪资。你们也可以选择等我彻底平定北湖之后，给你们牛羊和种子，让你们重建家园。但有一个前提，永世不得再犯我北凉。但有一个前提，永世不得再犯我北凉。愿归降。我也愿降。我也是。主公仁德，不杀降卒，反欲以生路。此举虽能暂时收复北湖人心，但人心最是难测。为日后彻底平定草原，文何有一计？老营必要上线了。伯格，胡人骁勇杀了可惜，让他们为我所用，为北凉开垦牧场，远比将他们尽数屠戮更有价值。更何况5万多缅甸的劳动力，能省下我不少积分去用人。涂于纯的15万大军何时去取？不急，让他们再多等1日，多恐惧1日。传我命令，全军休整1日。明日一早，兵发吴王前。主公，末将以为，如明日兵分3路，我与秦将军各带1路，从左右两翼包抄，主公坐镇中路，直捣黄龙。不妥，北湖王庭兵力尚有15万，尽是精锐，混守游斗，其势必分，分兵冒进，亦被其抓住破绽，让主公显现。主公，臣以为吾乃唐政之士，合兵一处，敌泰山压卵之威，正面力挺草原，破其阵，折其锋，令彼军肝胆俱裂，不战自溃，断其最后顽抗之势。贾诩所言正有理，不过绝对的力量还不够绝对。宿主秦羽，当前积分128万加，仍在增长。之后大军的作战，确实需要一位能稳住阵地、统筹全局的帅子。先升级兵士装备，系统将我积分全部用来升级秦锐士装备。指令确认，秦锐士兵种5感提升至5星，强化装备升级为玄铁重甲、破甲重戟。
大汗，突比南伯万将军，他被敌将生擒，10万大军全部行了。废物，一群废物！10万人就是10万头猪，那秦羽小儿一天也杀不完。他到底有多少兵马？他手下都是些什么怪物？大汗，长生天降下了警示，那秦羽是天价的煞星，不可力敌。我们应该撤退。往哪里撤？这里是我们的王庭，是我们祖祖辈辈生活的草原。北国的勇士只有战死的，没有逃跑的。传我王令，集结所有兵力，15万大军，明日就在这王庭之外，与那秦羽小儿决一死战。我要用他的头颅来祭奠我北服死去的勇士。战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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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主公，大军已整备完毕，随时可以出征。涂愚纯，他也是没用。今日让他见识一下，什么叫做真正的天威。于小儿，今日备的土地上，你我不可了断。涂愚纯，降者不杀，这是你最后一击。哈哈哈哈哈！秦羽小儿，起兵猖狂！6军王土，数10万族人，战死的罪，是屠杀的仇祸。全军出发！秦卫士，乱，起阵！长戟兵，4。胡老姐，你给桥梁出来，赶紧走！我给老子拉起白打，冲进走！不走，这不可能！你的勇士们怎么会？混蛋，与我一战！找死！湖北已灭，降者不杀。涂愚蠢，倒行逆施，屡犯我北凉边境，侮辱我北凉百姓。如今他已伏法，自今日起，湖北草原再无韩王。你杀了我父韩，我赵大也要杀了你。这娃儿说的话，硬是难办得很。不杀他嘛，该死的北凉人，是要养滚出我们北湖！杀了他嘛，那天下人都要说主公心狠手辣，连小娃儿都容不下。此子，主公，草原旧立，身高不及马车轮兵者，一律免死。依臣之见，涂愚纯之子，恰可施于此地。这老营地卖的神妙。来人，将涂愚纯之子置于马车车轮处。
谢长生天庇佑。来人，把车轮放平。长生天在上，这人是魔鬼吗？战争之罪在于首恶，而不在于民众。某秦羽今日在此立誓，自今时，我镇北军所辖疆域，凡湖北之民，悉与北凉子民同等相待，无有贵贱之别，共享太平。尔等自后脱却奴隶贱民之己，此后可坐拥私募，蓄养牛羊，衣食自足。尔等至此，亦可入学启蒙，读书识字，习得圣贤之礼。真的假的？尔等需谨记，自今时，尔等皆是我北凉之民，当效忠于这片沃土，效忠于佑尔等安身立命之纲纪秩序。倘有逆贼再敢兴兵作乱，分裂疆土，屠于纯，即为尔等之阴间。王爷回来了，镇北王得胜归来了。这就是被我们打跑了胡人的大英雄。他在我们身边也能。恭喜宿主彻底平定北胡之乱，达成成就北境守护者，积分增幅至每秒60积分。宿主获得新领地北库草原，封地面积增加至40万平方公里，当前总786万9211。1秒60积分，一天就是500人，终于可以开始真正的统兵了。北凉初定，百废待兴，军队要扩充，领地要建设，建筑地我统治。西头，名将商城帮我请陶朱公、范蠡。立法度，身退范武都，陶朱善甲千金具，是矣。西头，打开建筑列表，传我命令，全军进入休整期，练兵、屯田、筑城。我要将整个北凉打造成一座针插不进、水泼不进的战争堡垒。主公，北凉北胡既已归一，当务之急必是大兴水利，广辟农牧。一则以仁政治民，化两地隔阂，使民心归向；二则我军兵力徒增，粮草消耗日复一日。若无稳固后方，充作粮秣根本，他日南下征战，必生昼夜之患啊！少伯先生所言极是，北凉北胡两地政务复杂，牵扯甚广，今后便全仰仗先生布话了。我已令陈公从旁相助，拾遗补缺。先生但有差遣，尽可吩咐。陶朱公，您可是文财神显化之身，又是商圣，小小北凉当真是委屈您了。主公过誉，北凉乃社稷藩平，政务民生系于安危。臣当殚精竭力，整治吏治，顺理民生，让北凉境内晏然无事，为我军前方征战，稳固后方。善，先生先行退下歇息。臣告退。有了这系统2.0的建设，可不只是粮食政策。1级兵营可以缓慢自动生产1级民兵，提升士兵训练速度10%。1级营在指定区域建造，可随时间自动产出。这才是真正拿什么搞？系统在湖北草原给我建造100座农场跟牧场，在石峰城和北苑城各建造10座兵营。丁，建筑指令已确认，消耗积分300万，建造开始。系统建造1级城墙，制造箭塔。
一个秦羽1个月，仅仅稻粮北凉1个月，他不仅收编了北湖降卒，还将北凉打造成了铁桶一般。如今是用兵30万，他还真想在北凉当他的土皇帝了。陛下，臣早就说过，秦羽此僚狼子野心，已成心腹大患。若再不将其剿灭，不出半年，他必挥师南下，届时定是危矣。陛下，镇北王平定北湖，乃是不世之功。借我大庆数十年边境之患，理应重赏，怎可称之为患？依臣之见，当立刻昭告天下，彰其功绩，并召镇北王回京，论功行赏。张力，你糊涂！此时召他回京，他拥兵数十万，若是些大圣之位前来，是领赏还是逼供？黄将军所虑不无道理。秦羽上次出兵虽立大功，但拥兵自重之嫌已昭然若揭。今他实力大涨，若心生不成。陛下，臣以为绝不能再给此僚任何喘息之机。他如今兵力虽重，但连经大战，必然疲惫不堪，粮草军械消耗甚重，正是我军出击的最佳时机。臣请命，愿亲率精骑大营30万主力，即刻北上，趁其立足未稳，一举将其荡平。陛下三思啊！镇北王刚刚为国平定大患，若我朝廷大军紧随其后便去征讨，岂不让天下人耻笑我大庆鸟尽弓藏，兔死狗烹？住口！张力，你一再为那逆贼说话，到底是何居心？秦羽、秦家绝不能再留。黄龙听旨，朕命你即刻整合金鸡大营及周边兵力，组成50万大军，即日北上征讨叛逆。朕要你将秦羽的人头给朕带回。朕要你将秦羽的人头给朕带回。臣领旨谢恩，必不负陛下重托。当前积分1亿5840万加。1个月的时间，积分已经富裕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。北凉的建设初具规模，军队的训练也已步入正轨。黄龙的经济大军，算算时间也该有动静。主公，南方传来急报，郑国大将军黄龙已整合经济大营及周边兵力，共计50万大军，已初出南关，正向我北凉方向急速逼近。其先锋部队已至百里园。知道，下去吧。50万，清风爷，你还真是看得起我。倾巢而出也好，正好毕起公寓1亿，省得我一个个的去找你了。50万大军正面来犯，我现有兵力虽精锐，但数量明显不足，且军备尚有提升空间，必须进行最终的扩军和升级。系统，解锁2星商城。丁，消耗积分2000万，2星商城已解锁，解锁军备回收功能。战略升级，有了这个，我的虎豹骑才能成为真正的铁骑。系统，回收我军所有1星装备，以我剩余所有积分，招满50万大军，全部换成2星制式装备，其中10万骑兵的马匹升级，剩余全部兑换粮草。指令确认，当前积分0。将士们，黄龙已率50万大军压境，他们以为能用人海将我们淹没在北凉。今日，我们便主动南下去雁落山，我都要让天下人看看，是我秦羽的铁军硬，还是他黄龙的人头多。传我王令，全军出击，目标雁落山。战！大将军，庆王府2殿下，金建德将军到。
不知二殿下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，恕罪，恕罪。黄将军客气了，本将军此次前来是奉陛下密令前来督战。陛下说了，燕落山一战只许胜不许败。黄将军，你可有万全之策，将那逆贼秦羽一举歼灭于此啊？殿下放心，我已在燕落山布下天罗地网，只等那秦羽小儿自投罗网。一个皇后小儿也敢来我军中指手画脚。主公，黄龙大军已在北路扎营，看其部署是想以逸待劳，引诱我军进入燕落山腹地，再利用兵力优势进行围剿。燕落山地形复杂，山道崎岖，我军虽兵力与敌相当，但若被引入狭窄地带，兵力优势将难以施展，极易被敌军分割包围。黄龙，你的每一步都在我的计算之中。他想引我入瓮，我又何尝不想请君入瓮？他以为这燕落山是他为我准备的坟墓，却不知这里才是我为他和他那50万大军精心挑选的埋骨地。黄将军，这都对峙3日了，为何还不出兵？再等下去，那秦羽逆贼岂不是以逸待劳，把我们的锐气都等没了？殿下稍安勿躁，燕落山地势险峻，秦羽又诡计多端，贸然进攻，恐遭埋伏。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黄口小儿，也敢对本将军的军务指手画脚。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黄口小儿，也敢对本将军的军务指手画脚。将军，我军派出的探马回报，在落雁山中段的落雁谷发现了叛军主力的踪迹，他们似乎正在埋锅造饭，防备松懈。天助我也！黄将军，你听到了吗？逆贼主力已现，且防备松懈，正是我们出击的最好时机。本督军命你立刻尽起大军，直扑燕落谷，将秦羽一举歼灭。殿下，攻防有诈，秦羽狡猾，这或许是诱敌之计。有诈？兵贵神速，战机稍纵即逝。有我天机营高手在此，就算有埋伏又能如何？黄将军，你若再畏首畏尾，贻误战机，休怪本督军上奏陛下，参你一本。末将领命。蠢货，既然你急着去送死，那本将就成全你，正好用你来试试秦羽的虚实。看到没有，这秦羽也不过如此。所谓的计谋，在本督军的雷霆之势面前不堪一击。殿下神威，叛军闻风丧胆，自然是望风而逃。果真在埋锅造饭，一群饭桶！不好，中计了，快撤！金振德，好久不见，我为你准备的这座坟墓，你还喜欢？放箭！将军，二殿下他，我们真的不去救吗？救？为何要救？好言难劝该死的鬼！将军，秦羽逆贼果然狡诈，竟以逸待劳，设下如此毒计。秦羽，你的胃口不小，一口就吞掉了6万人，但接下来你将面对的是我大庆真正的铁军。传我将令，全军呈锥形阵，准备突击。秦羽叛军虽众，但大多臂围不足，我要用我盘龙军最强的铁骑，从正面凿穿他的军阵，将其一举击溃。遵命。传令张翼德将军，命他率秦锐士正面迎敌，一步不退。传令秦良玉或需并2个将军，待敌军与我中军接战，阵脚稍乱之时，
即刻上古报齐，从2翼给我狠狠砸进去！遵命。杀！来，叶张三也在此，给俺杀！冲啊！这是什么鬼东西？给我冲！继续冲！用人命也要把这盾墙冲破！苏大姐，跟着老子，杀龙去！中计了，从一开始我就中计了。传我王令，全军总攻，目标黄龙中军帅旗。王臭小儿，你张飞爷爷来取你狗命了！随我冲锋！擒贼先擒王，杀了秦羽，我们才能活下去。黄龙，你败了。败了，秦羽小儿，就算我今日战死于此，也休想好过。陛下的大军会源源不断的前来，你终将死无葬身之地。你没有机会看到了。王臭小儿，哪里跑？我看你拼了！悟空面前，岂容你放肆！我的黄龙，真是草皮媳妇进菜园。主公，敌军已基础被截获俘虏，此战我军大胜。这只是开始。恭喜宿主取得燕落山大捷，积分增幅至每秒100积分，达成成就撼天动地，解锁全新武将功能。青凤翼，你的主力已失，接下来该轮到我。主公，30余万降卒已初步完成整编，与我军老兵混合编队，由我方将领统辖，已无哗变之忧。我军总兵力已近100万之多，粮草辎重足够大军月余之用。100万大军，青凤翼，你恐怕做梦也想不到，你派来剿灭我的军队，最终却成了我手里最锋利的剑。休整3日，足矣。传我王令，全军拔营，即刻南下。副帅，孩儿回家了。主公，我一定传令兵放出100万大军南下的消息，几位守城将军皆有受降的意愿。也好，这样能最大减少我军的损失。在到达金陵之前，我们只需围城，不用攻城。每个城的粮草降卒，尽可整编至我军。不，传令下去，此次行军，我们不许百姓一分一毫啊！受降的将领和士兵，继续留守就好。至于金凤翼和他的走狗，目标金陵，随我踏平皇城！踏平皇城！踏平皇城！开城门，我等愿下。罪臣马天齐恭迎王爷，愿为王爷前驱，讨伐昏君。主公，斥候来报，金陵城4门紧闭，城墙上已布满守军。看来金凤鸾是留了什么后手。后手，在我100万将士面前也是徒劳。主公坐拥神计，何不以千万流民困锁金陵，扼其水粮，不失一兵一卒？旬月之内，必饿殍遍野，瘟疫滋生。届时这金陵不过一丘荒冢，一座死城啊！文和啊，这怒伤天和。太狠了！都市内卷，贾诩跟小编一比就是弟弟，小编才是隐藏的毒王啊！皇叔可准备妥当？陛下，沈姬营早已做好准备，我早命剑人他前往我金家祖地南泽，把隐藏的金龙军都调来。我大清依然有着100万雄兵，老臣不才，愿亲率大军，为陛下分忧，与南逆贼决一死战。皇叔，国之柱石，大庆全靠你了。
陛下放心，臣万死不辞。记住，明日我亲率大军出征，你们神机营的任务不是赢。王爷，你们要在天渡口与叛军鏖战半日，然后全线溃败。王爷，我要你们败得干脆，败得彻底，将通往皇宫的道路完完整整的让给秦羽，而我们则趁乱从水路快速回到南泽，假意回南泽调兵，实则带60万大军去往扶桑。那陛下他国君自当与国都共存亡，他留在这里，才能激起天下忠义之士的复仇之心。这是他作为君主为金家做的最后一件东西。主公，探子来报，庆王那老东西亲自领兵，在天渡口摆开了阵势，看样子是要跟咱们死磕了。天渡口地势狭窄，背水而战乃兵家死地，庆王在此布防，看死决绝，实则不合常理。主公，恐防有诈。他不是有诈，他是想用这几十万人的性命为他自己的逃跑铺路。传令一定要放走庆王，我要看看这个老狐狸。庆王，你千万别去扶桑哦。将士们，为陛下尽忠，为金氏雪耻，就在今日，随我杀！庆，你倒是个好眼，实打实的小精灵。众将士听令，全军出击，杀过去！叛军攻势太猛，姐姐快要挺不住了，让我带骑兵冲上去吧。不可，贱人，你如今是镇国大将军，怎能轻易涉险？本王升你为神勇大将军，带预备队上去，无论如何也要给本王顶住。遵命。将士们，随我与叛军决一死战！天错，可惜，该快上船！只要到了海上，我们就安全了。我们就这么走了吗？蠢货，不走，难道留在这里陪那个傻女人一起死吗？我们的霸业才刚刚开始。前线到底怎么样了？皇叔呢？为何还没有消息传来？回陛下，奴才不知啊。陛下，不好了！天渡口防线全线溃败了，庆王爷他带人出海了。叛军已经渡河，正向皇宫杀奔而来。快逃吧！好，这天下之大，还能逃到哪里去？秦凤仪，老子数到3，赶紧滚出来受死噻！秦羽，你真没想到你竟真的能走到这一步。我也没想到。成王败寇，这无话可说。动手吧，能死在你这位新君的手上，也算是我最后的。金凤仪，在你死前，我只想问你一件事：我父秦德，当真是死于扶桑之手吗？古威将军为国捐躯，战死沙场，天下皆知。是，数十万赤焰军精锐，跨海远征，竟会被区区岛国倭寇全歼于海上。为何战不如死？为何朝廷不思复仇，反而力可以和？为何庆王府的神机营在那之后得到了最大的一笔封赏？回答我！是有如此，是真的，
是朕和皇叔一起做的，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？你父功高震主，手握数十万赤焰军，早已不把朕放在眼里。他不死，朕睡不着觉。朕不仅要他死，背负战败的污名，要让你秦家永世不得翻身。太平，我会杀你！我要你亲眼看着你是如何失去这一切的。我要你看着我秦羽是如何将你金家引以为傲的一切全部踩在脚下。我要你在这深宫之中，你看我秦羽杀终生。来人！村仔，将军奉懿，求于储秀宫，终生不得踏出宫门半步。恭喜宿主推翻前朝，建立新朝，积分提升每秒200积分，当前积分135784210，奖励新功能解锁：世界沙盘、国运系统、天灾预警，当前国运值50。运营一个国家需要的人太多了，给我兑换卧龙先生。诸葛亮，卧龙岗上引卧龙，3顾茅庐定鼎功，6出祁山筹主志，5丈源头落大兴。吾皇万岁万岁！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前朝女帝金氏庸碌昏聩，不修德政，反割疆土以求苟安，致黎民流离，生灵涂炭，天不人怨，社稷倾颓。今秦王顺天应人，举义旗以伐无道，拯万民于水火，克复神经，四海咸服，万民归心。兹定今日，即皇帝位于金陵，定国号为秦，称始皇帝，布告天下，贤使之熙，钦此。吾皇万岁万岁万岁！众爱卿平身。谢陛下。启禀陛下，如今神经已定，天下归心。然今世余孽东渡扶丧，既有图元国屡次入侵，我大秦百废待兴，恳请陛下早定国策，安抚天下。张爱卿所言极是。王尚书，罪臣在。朕听闻前朝国库空虚，但王尚书的府邸却是金碧辉煌，富可敌国，是吗？罪臣该死！朕记得当初在金銮殿上力主将朕发往北凉苦寒之地的，就有你一个吧。罪臣有眼无珠，求陛下饶命啊！拖下去，抄没其家产，全部用于抚恤期间南下牺牲的将士家属。是。朕这尔等多曾是经世，朕所求者非私忠义人，乃忠于社稷万民。既往之事，概不追究。从今而后，凡为国为民鞠躬尽瘁者，朕必厚审。若有如王庸之辈，尸位素餐，鱼肉百姓者，陛下圣明！陛下圣明！朕封范蠡为右丞监制宿内史，封诸葛亮为左丞，你二人辅佐朕处理朝政。贾诩为御史大夫，陈宫为太常，张力为御史中丞。今后凡有才德者，无论出身，皆可破格录用。凡贪赃枉法者，一律严惩不贷。臣领旨谢恩。自今日始，我大秦车同轨，书同文，行同伦，地同玉，粮同衡。父皇，众位赤焰军的叔伯兄弟们，
我秦羽回来了。京师昏君已被我圈禁，奸臣黄龙之流已尽数伏法。你们的血没有白流，你们的仇，我已为你们一一讨还。大将军，您看到了吗？少主他为我们报仇了。兄弟们，安息吧！父辈的仇要报，但生者的功更要赏。传朕旨意。张飞，末将在。你随朕于微末，汉与无双，数死于千都阿风，是想在为大将军有荣。掌管御前禁卫，护卫皇城安危。末将谢陛下隆恩。霍去病，末将在。你善奇袭，长驱直入，北吴一战，一夜奔袭，为大军奠定共局。朕封以为骁骑大将军，冠军侯。朕要你为我大秦再创一个封狼居胥的传奇。末将领旨谢恩。李广，末将在。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。其身正，不立而行。朕欲以家良将，以护赵民，特封李广为镇远大将军。朕戍侯，守土与万里，使百姓安知耕之乐，社稷无丰岁之忧。末将叩谢隆恩。秦良玉，末将在。末将叩谢隆恩。秦良玉，末将在。你虽为女将，但巾帼不让须眉，功冠九州，清算晋国，割毛应日，铁骑扬尘。朕封你为抚远大将军，忠贞侯。为我大秦，你当节时总领西南诸路兵马，督领边务，便宜行事。末将谢过陛下隆恩。赵振南，末将在。你跟随先帝于微末，又一路护朕北上，在南下随朕征讨昏君佞臣，忠勇无敌。封魏将军，负责统帅南北禁军，攻卫京师。谢陛下，末将自当肝脑涂地，以报圣恩。陛下，臣有一言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丞相但说无妨。那金为尊竟率众东渡至扶桑，臣实在是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金为尊为了苟延残喘，尽头小日子。哦不，是扶桑，国仇家恨，我必除之。丁，系统发布终极任务，剿灭扶桑，完成世界大一统。失败，系统将回收全部积分所兑换将士及物品，完成将得到神秘奖励。两世的复仇 buff 叠加在一起，小日子完了。秦桑，对于你所承诺的金陵以北的全部土地，我们天皇陛下表示认同。不过，那秦羽小儿真有你说的那般强大吗？之前你不要小瞧了那秦羽，别忘了，当年若不是我跟你里应外合，很可能秦德早就把你们八嘎！织田，你让天王殿下把话说完。是，天皇陛下。那秦羽小儿不单单有着100万兵马，更是有着数位勇猛无双的将领。你们扶桑的50万兵马，加上我带来的60万金族勇士，虽然兵力相当，但并不稳妥。秦桑，我们扶桑武士天下无双，更有的士扫描那样智勇双全的顶级忍者。在天照大神的庇护下，那秦羽小儿不足为惧。一群未开化的岛民，就让你们跟秦羽拼个你死我活，我再趁势夺回皇位。二位，其实我暗中早已经联系了图原帝国的舍楞可汗，他也愿发兵助我剿灭秦羽。到时候东西夹击，那秦羽定是分身乏术。金桑，看来你准备得很充分嘛，那就预祝我们胜利。织田大人，我们提供的天火可还够用？使者先生，天火神威无敌，木船在天火面前不过是些漂浮的棺材罢了。哼，金卫尊，你想借刀杀人，但却不知道我们才是背后的那只黄鸡。
陛下有密报呈来，扶桑之地忽现新式火器，来路不明，但其威力足以摧破战船坚甲。此事蹊跷，臣斗胆，想听听陛下的看法。火器吗？丞相且放宽心，这破敌之策，朕早有谋划。陛下，除却扶桑之事，西凉边境亦有密报传回。图原帝国境内兵马已有集结之势，必备素来觊觎我疆土。此刻恰逢我大秦初定，民生未复，其狼子野心，怕是要付诸行动，意图犯我边境。狼子野心，招人入界。朕决定双线作战。陛下，不可呀！国库早已掏空。建造跨海楼船已是捉襟见肘，哪里还能支撑双线征战？更遑论兵分两路，兵力优势尽失。届时扶桑、图原两面夹击，我大秦危矣！恳请陛下三思。丞相，优势在我。可是陛下，丞相且先退下吧，明日再与朕言。臣告退。系统，人家都有火器了，你怎么能落后呢？系统尚未升级至 3.0 版本，目前只能为宿主提供相关材料，需宿主自行组装调试。有材料就好。系统，再增加农牧场千座，书院千座，兵营500，矿场100座，消耗积分3500万，当前积分169129527。至于军饷、商赋、世家，该你们出血。大汗，这么快就让铁木台去攻击西凉边境，难道不等跟禁卫军约定的时间吗？等什么？打起新力，内部不稳，正是我们南下的大好时机。抢他们的粮食，夺他们的女人，占他们的土地。国师，你不会真相信金维尊那老小子吧？他就是想驱虎吞狼罢了。我们先收点利息，谅他秦羽小儿也不敢造次。可是大汗，万一那秦羽重兵压境，先攻打我图原，他敢？我图原铁骑横扫草原戈壁，何时怕过谁？再者，他刚当皇帝，肯定是先守他的老窝了。大汗好算计，明面上与禁卫尊虚与委蛇，许以结盟之诺，甘愿为其前去，实则以战养战，悄悄啃食西凉疆土。待大秦与禁卫尊两败俱伤，我军便可坐收渔翁之利，一举荡平整个大秦。大汗真乃天纵奇才呀！大汗万岁！踏平大秦！将军，前方10里便是大秦边境哨卡，守军不过100人，一击可破。此地地势险要，若有埋伏，报！将军，哨卡守军正在饮酒作乐，毫无防备，山谷两侧未发现伏兵迹象。大秦新帝果然年轻，只知享乐。勇士们，随我冲过去，拿下哨卡，烧了他们的粮仓，让大秦人知道这片土地谁才是真正的主人。不打！陛下，图原帝国发兵西凉，乱魂谷一战，我大秦数百将士被屠戮殆尽。陛下，请准末将领兵10万，我定要杀穿那图原王庭。陛下，臣以为此时不宜与图原全面开战。江南水患将至，国内虚稳，但据密报，南则仍有金氏余孽暗中活动，勾结旧臣，恐生内乱。内不安，则外不顾。国运值降至45，系统也早告知我，此患将至，且兵天入。朕知丞相定已有良计，待佛无妨。谢陛下。霍将军，今命你为主将，李广为副将，率20万虎豹骑即刻启程，奔赴西境，不必主动出击，
只需陈兵边境，演练兵刃，做出随时可战的姿态。可是陛下，霍将军莫急，丞相是要你替朕下驻图原，拖住他们半年，且朕再密遣10万虎豹骑，10万秦锐士给你。末将领命，必不辱使命。丞相请继续。传陛下旨意，命秦良玉亲赴南泽，坐镇巡查。凡有勾结金氏余孽、图谋不轨者，无论官职大小，先斩后奏。此金牌各许他调动南泽驻军之权。丞相，朝中政务依旧托付于你，江淮治水乃是重中之重，需要时时督促。我有一人可堪重用。系统将水利专家都江堰建造者李冰兑换出来。特殊历史人物治水名士李冰兑换成功，扣除积分40万，当前积分275649527。见过陛下。李冰，自今日起，你便听诸葛丞相调遣，我大秦水患久治不愈，万千民生流离之苦，可就全托付给你了。臣领旨，定不负陛下所望。图原、经世余孽、水患、扶桑，这盘棋越来越有意思了。朕倒要看看，是你们先乱，还是朕江山先富健康。国运值增加，当前国运值48，状态内忧外患。陛下，南泽急报，秦良玉将军已查明，暗中串联金氏旧部的，是金为尊手下一个名叫金九的。金九，跳梁小丑。秦良玉将军打算如何？秦将军原本准备封锁海岸，但恐打草惊蛇，且据查，金九似乎是金为尊与海外某股势力联系的接头人。海外势力应该是更远的欧罗巴或红毛蚁。这世界沙盘上的迷雾之下，藏着不少魑魅魍魉。传信秦良玉，派精干人手摸清金为尊与海外联系的渠道。朕要弄清楚，到底是谁在背后搅动我大秦风云。遵命。西境那边，霍去病那边有何动作？霍将军已至西境，40万大军陈兵边境，日日操练，声威震天。图原帝国边境部队已后撤100里，但其国内似乎有大规模调兵的迹象。告诉霍去病继续操练，朕倒要看看图原可还舍愣，舍不舍得把他的家底全都压上来。张将军，我命你带人秘密打造的楼船进度如何了？陛下，15艘楼船打造顺利，在半月余即可完工。好。内患稍平，外忧又起。这皇帝之位果然片刻我的心弦，国运值看来得尽快提升才是。父王，我们还得等什么？那个织田明摆着就是得了我们的金银，还不想干事。贱人，如今我们寄人篱下，首先得学会忍。他织田以为我不知道他那点猫腻，我已命金九去跟那些欧罗巴人联系。火气，以为我没有吗？可是父王，汉子来报，那秦羽已经派了40万兵马去到西境，这么好的机会啊！我们两方一起出兵100万，定能将秦羽那厮拿下。贱人稍安勿躁，现在表面看似两强相争，实则四方博弈，稍有差池就徒作驾驭。右丞范蠡奏禀秦羽，江淮水患已得平定。秦羽将军令灾后防疫免3年赋税，凡流离百姓皆许徙至北铺草原安身。翌日，西境捷报传至，霍去病、李广率40万大军大败图原60万之众，可还舍愣伏诛，图原帝国遂归大秦版图。系统提示：史诗级会战胜利，国运大幅提升，国运值68，状态威震西方。系统 3.0 版本加速升级中，新功能科技树待解锁。特殊奖励：解锁召唤将领远程投送，每月1次。痛得懂我，这功能太灵了。青为尊，扶桑的小五，你们的死期到了。织田，都这个时候了，收起你的算计吧。秦羽没了舍愣的牵制，马上就会向我们杀来。金桑，难道你就没有算计吗？你跟欧罗巴使者的事情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我不过是想为我们战胜秦羽增添点筹码，
难道织田你不想我们胜吗？还是说你另有打算？大哥言了，金卫尊，这里是福藏，你说话最好注意点。织田，你要想清楚，现在我们是一条绳上的蚂蚱，我死了你也好不了。天皇陛下，金卫尊这个老狐狸太难控制，不如我们至于他那个儿子金剑人，早就被我们的敌视万苗迷得神魂颠倒，我们只需扶他上位，将他捏成傀儡，那60万兵马也就成为我们的囊中之物。剑人，你怎能将我联系欧罗巴使者之事告诉织田？父王，钓鱼可是需要饵的，我已取得他们信任，而且那的士晚苗已经私下帮我联系了不少旗本，更是说动乙贺流、甲贺流的顶级上人帮我们，随时可以。剑人呐，那的士晚苗也是难为你了。父王，我们是真爱。陛下，15艘楼船已全部打造完毕，请陛下赐名。按7镇8远命名。系统，给我请出5万军，杀神白起。长平血尽，万骨枯，陆游渐落，恨难除。压八名成千古郡，战胜悲歌，5星武将白起，敌方所有士兵恐惧怯战加30%。靠倭战神戚继光，一剑平倭靖海疆，剑营七阵射蛮荒，担心富山河固，青史长流，戚继光。 5星武将戚继光，所有兵种对倭寇战力士气增幅30%。陛下，这白起有些奇怪。2位将军平身，接下来朕要率150万大军御驾亲征，朝中之事，朕就全权托付给2位丞相了。臣等必不负陛下所托，愿陛下旗开得胜，早奏凯歌。张将军，传令吧。传将令，全军登船，扬帆出海，目标扶桑。今日就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天威。如若没有系统加持，朕这个皇帝算不算雄兵黩武？3位将军，你们可知为何朕要亲率100万雄师对付一个区区倭岛？是因为金维尊恨倭奴一起人多。陛下可是觉得海岛易守难攻，所以挥师100万，想一举拿下，以绝后患。杀！5万军还真不愧是人屠之母，狮子搏兔，尚需用全力。我炎黄儿郎的心有金贵，朕断不许他们为平子望天伤我。更遑论后世之中这群扶桑倭奴竟然子民殒命3500万之巨，此等血海深仇今日必一并清算。岂有此理！欺杀安也！陛下，请准末将为先锋，末将要斩尽这些倭寇。陛下，让俺为先锋。杀尽！3位将军，皆为前锋。末将领命。驾！张将军，我们用何种阵型？谁为前锋主攻，谁为侧翼辅助？这种富裕仗，俺8辈子没打过。没有主攻，全他娘的主攻！不是，远处似有喊杀声，且待末将先行探探虚实。陛下，来者何人？末将秦良宇，有金耀军精兵报。陛下，昨天金卫尊那赵老头子跟扶桑兵丁狗咬狗，打个昏天暗地。末将求准控制，本想一刀结果了那金剑人那龟儿子，哪晓得他龟儿子走得快，我这一刀下去，直接把他阉了噻。还有跟他相好的那个女忍者，追我的半路上，铁遭我一刀砍翻了。好，秦将军，且先休整一番，让其他3位将军
带兵直捣黄龙。陛下，累啥子嘞？莫看我是女娃儿，上阵杀敌，抗势顶梁，硬是要得。好，全军听令，随朕踏平此岛，活捉倭皇！杀！糟糕，那个秦羽这么快就来了。如果这个时候拿下这个金尾尊，先给秦羽，或许金色，那秦羽马上就来了。你再不住手，就一点机会没有了。你忘了那句古话吗？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。织田，你这点小伎俩，王爷，不好了！小王爷他别啰啰嗦嗦的，快说！小王爷被一个忍者突袭，成了阉人了。什么？原以为先制倭皇，挟之以控制天，再涨55万扶桑武士，于此登基称帝，延续我金氏一脉。可如今这万般筹谋，竟全成了天大的笑话！接龙军，给我杀尽这些倭奴！天护，我去保护天皇陛下。该死的倭人！叶张飞爷爷在此！马买皮，这群乖儿子！倭寇受死！白起将军，40万精神，该如何处理？斩！明白，将军。将军有令，斩！坐。秦羽陛下，是我们帮你们拖住了金尾尊那个老家伙，你们不能这样对我们，否则天照大神肯定会降下灾祸给你们大秦的。我们愿意归顺大秦。废物真多，你是倭人，便是原罪，全部砍了！陛下，城内残地尽数肃清，扶桑皇室及主要大名无一漏网。传朕旨意，自今日起，扶桑国除名，此地化为我大秦王朝。朕东都护府。戚继光听旨。臣在。朕命你为第一任镇东大都护，率兵30万，永镇此地。凡敢反抗者，杀无赦。普通百姓凡愿归顺，学习我大秦文字，遵从我大秦法度者，可为最低等子民，低功赏赐。臣领旨，必不负陛下重托，为我大秦永镇东海。陛下，那个什么狗屁使者怎么办？押过来，朕要问话。你来自欧罗巴，为何要与金维尊、扶桑这等丧家之犬合作，干涉我大秦内政？尊敬的大秦皇帝，我只是商人，追求利润。金先生能为我们提供需要的货物和特权，我们提供他需要的工具，这是公平交易。公平交易，贩卖武器，煽动叛乱，这也是公平交易。我们可以合作。大秦难道不想拥有更广阔的市场、更先进的科技吗？你太高看你们自己了，带下去，就地关起来，连同他的傲慢与无知。传朕旨意，班师回朝。恭喜宿主完成史诗级成就，血债血偿。恭喜宿主完成史诗级成就，开疆拓土。系统 3.0 版本更新进度75%，史诗级会战胜利，国运大幅提升，国运值80亿，状态威震四方，达成成就帝国奠基。起床后噻，杨玉门，你这个娃儿也太不得行了噻！裴将军，请。
哈哈，大都护，干！文和兄之计依旧这般狠辣。公太兄过誉了，我只是毒士，比不了小编是毒狗。好主公，孔明先干为敬。失敬，卧龙先生，请。俺说老白啊，你真是人狠话不多。这一战你拿了50多万个人头，真威风啊！不愧是人屠是杀神。可你倒是讲句话呀，别装酷了好不好？奶奶的，搞编剧！你给老子出来！最后出场也就算了，还他要让我当结巴！你大爷的，老子要屠你800遍！陛下莫要贪杯，要保重龙体。丞相，朕一直在打仗，就不能享受享受？接着奏乐，接着舞。